今天体育赛事，感谢锁定哈斯波，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您持续透过转播一台现场到114年红道杯全国冰石壶锦标赛。在这一场比赛同时会是今天最后一场的赛事，青年女子组冰石壶协会的内战 A 队来面对 B 队。我是秉承，转播工作与身旁讲评，这个是国家代表队教练张哲仁教练以及泰雅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晚安。好，晚安。那这一场比赛青年女子队其实在青年的这个资格上面，它是有特别经过算是有筛选的。这些选手他们都是有参加过冰石壶协会举办的训练营，然后比赛。那这其中有比较有潜力的选手呢，我们就会挑出来做特别的训练，这样子。是，我们看到画面上冰石壶协会 A 队有洪雨涵、庄燕恩、吕艾伦、林义玲以及吕品轩。那在他们的对手这边是冰石壶协会的 B 队，庄若婷、尤思杰、王玉涵、陈慧义以及陈子彤。那我相信他们应该彼此之间不只是现在是对手，应该平常也是一起在练球的。他们有些应该可能是同学，对。所以算是这种很熟悉的内战。不过冰石壶它本身在内战上面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啦，因为毕竟要怎么走都还是要看你到时候上场之后，你才能够去做判断哦。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啊。哦，对。尤其是在比赛的中盘，他们真的是他们都很熟啊，应该都很熟。因为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比赛，包括是林廷丽老师还有庄嘉文老师两位的讲评老师，其实都有提到过，目前第一个冰石壶在台湾5年的时间，其实还算是很年轻。对。那接下来的话是训练的环境跟比赛的机会。那训练的环境的话，其实说实在话，冰宫现在在台湾可能最南端的是在桃园。对，所以真的要找到可以练习的环境非常少，而且冰石壶它并不好取得，不是每个选手家里面都有一个，甚至是有冰石壶在家里面的选手是少之又少，几乎等于是零。这个壶呢，壶是只有那个场馆有的，所以壶不会带回家，也不会有自己一套的。所以你是绝对不可能找到这种去练习的机会，除非你跟赛会去租用。这个一套可能加运费那些的，因为这个都是从国外运回来，可能要30-40万以上。好，所以这个是不会出现在选手自己家，所以训练的环境上面就已经很匮乏了。对，比赛机会也不多。对，比赛机会的话，就只有国外有比较多的比赛。台湾的话，目前就是只有真正冰上的比赛，就只有这个全国赛跟选拔赛这样子。那就是这礼拜都会看到的。对，就是这礼拜就是我们今年会办的比赛这样子。都聚集在现在。对，因为这个冰宫的那个租用还是有时间上面的考量哦。对，而且它的费用也非常非常的高。是，所以对选手来讲，他们只要加入到这个圈子里面，说实在话，大家就是一家亲。因为可能你要出国去做训练的时候，第一个那个行程一定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这样也会比较便宜，稍微摊平一点费用。对，然后大家也要互相的去照顾，尤其像青年组的出去，他们应该也会自己排一些行程，大家一起出去玩，看看不同的国家，然后同时来练习冰石。对，就是没有在比赛的时间，可能就是会做一些训练啊，那可能附近也可以去逛逛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大部分的选手出国，其实玩的时间其实没什么时间通常就是等回饭店啊，那小小的2个小时，吃个晚餐的那个时间。对，附近逛逛而已啦。对，我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会有那种革命情感。对，那久了之后，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彼此之间是因为喜欢冰石壶，所以聚集在一起。那目前圈子真的就是这么大，我们当然希望持续的推广下去。对，就越来越多人可以参加这样子的运动。然后来看到这个青年女子组团体赛，那第1支这个是红方，有超过红线。有进到大本营里面，位置的话稍微是有点往画面的左边靠了。因为在前几支上面的话，通常还是会希望稍微带有一点防守的意味。对，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它不是真正的冰壶场，
所以它的路线它不一定是跟真正冰壶场一样的，所以你要依照它的这个赛道的不同的那个状况来丢，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丢进去。哦，对，其实我们今天前2场的比赛，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在第一场地这边曲度会走的比较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对选手来讲会有点一个头2个大，会有点搞不清楚说，哎，奇怪，我明明就已经有让他顺着时钟转，或者是逆着时钟转，可是怎么好像还是直线前进？对，因为实际上真正的冰壶，它每一颗应该都是弯的，但是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它有时候在我们台湾场地打的话，它是有时候会走直的，是，对，所以这个就比较难控制这样子。所以对选手来讲，到小巨蛋里面比赛真的就还是得要去适应场地。土城也会有这个情况吗？土城可能更严重。土城更严重？对，它主要是因为它其实跟一般我们溜冰的冰面是不一样的。对，它的平整度那些都是非常有要求的。所以在冰石湖的比赛里面，其实它还是有场地的要求啦。对，它不是一般冰宫就是可以玩的，一般冰宫就是勉强可以玩但是没有办法像真正的冰壶场这样子。因为以我自己在小巨蛋冰宫就是买票游玩的经验，我真的完全没看过冰壶的选手在这边练习。对，因为第一个是也很贵啦，但是再来就是我们通常如果要练习，不只是冰壶包含像是滑冰这些的，他们要练习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冷门时段或是像半夜。对，不然的话，如果大家人在那边绕着圈圈，你要冲也不好冲，你要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种花式溜冰你也不好做，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其实冰上运动的选手其实都很辛苦，他们大部分都是利用一些不是很早就是很晚的时间来练习。天地的练习时间好，现在这个是冰石湖协会 A 队红色的色壶。对，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很多的壶它都没办法丢进去，那是因为它冰面比较潮湿，所以它是因为大家看一下，它是会有一点点水水的。那这样的话，那个壶的它就没办法前进非常多，它就要用更大力量来丢它。你今天在看下午的第一场混双的比赛的时候，也有观察到这个情况好像对于要把这个冰石给刷进红线内，对，一开始会有点困难。对，大部分以台湾场地来说，都是偏潮湿，对，偏潮湿，然后呢，它的速度都会偏慢很多。这跟我们国家的天气是有关系的。也有关系，然后跟那个设备或是制冰的技术也都有关系。那因为实际上真正的冰壶场，它还有其他的设备有需要，但是我们台湾目前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就是先做一个堪用的场地这样子。对，当然是先求有再求好。对，但是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有这样子的这么从无到有的这样子的场地，也已经非常的。这5年来真的是辛苦协会了。对，真的是最困难的，其实就是从0到1所迈开的那一步。那包括这些设备你要引进，然后你又希望能够去吸引到不同的人进来，到现在其实感觉起来已经有开始在开花结果，包括因为有青年组，我最喜欢就是看到每个协会里面有年轻的力量。对，其实玩过的人还蛮多的呢。对，只是说有没有再继续投入在这个运动这样。所以应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有很多有看过的，其实都会想玩玩看。对，这其实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它算是一个易学难精的运动。不过我看直壶的那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核心的发力很要求。还有包含刷冰也是一样，刷冰对，刷冰我看那个动作是真的是不好做。它是要把全身的力量都压在那个杆子上，所以完全都是用核心撑住的。但我看他们在赛前的时候有给裁判去检查他们的刷子冰刷，它是有什么规定吗？是这样子，就是它冰刷的那个刷布还有包含里面的那个泡棉，它都是有相关的规定。那在全国赛的话是比较宽松一点的，它也可以用一些练习的布。
那实际上真正的冰壶比赛，它有专门的比赛部。哦，对，它比赛部是比较材质不一样，而且它比赛部的话，它是比较细致，它比较细，它的威力，它的力量比较没那么强。所以你要花更多的力量。对，要花更多的力量，所以它技术成分更高。哦，对。那全国赛的话，是因为它是它毕竟不是选拔赛，所以它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对，它就是说你里面不要塞东西，也不要塞什么硬板子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过几天，老师你们自己的选拔赛，那个就是用那个比赛部，就是用比赛部，对，所以它难度就更高。过几天就是会看到老师你，会选手，对我打男子队跟混双就跟我妹妹一起组。到时候老师加油哦，好，谢谢。我们都会在画面上面帮你们加油的。好，现在第一回合两边最后的3次直壶机会，真的来看一下大本营目前的战况啊。我前几回合都还是要稍微适应一下冰况，对，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冰都特别的慢。哦呦，滑倒了，滑倒了，对。那滑倒的时候就是会看说有没有碰到那个壶，假如说有碰撞到的话，那一颗壶就是算犯规，就是要把那颗拿掉。对。好，现在大本营里面一黄一红，啊，离圆心比较近的是冰石壶协会 B 队的黄色色壶。那红的话就是最一开始冰石壶协会 A 队第一次直壶所留的那个位置。当然是黄色是后攻，后攻是比较有利。毕竟你还会有最后一次的直壶机会可以去做选择。对，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地啊，它都是靠，算是斜一边，有点斜一边啊，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壶很多都是往一个地方去跑。对，所以的确是有斜一边。对，有斜一边。那但是这个也很难克服啦，因为毕竟这不是一般的冰壶场，冰壶场的话它就是做很平整。那这个有时候是场地它很本身就是长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因为原本我们在冰宫里面的冰面就会有一定的弧度，有可能是这样子，对。对，如果场地往中间一点的话，就会比较可能会比较平，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还不确定。但你们自己真的实际到场上面，就是有感觉到说，其实是对，不同的高低偏场地中间这样子斜过去，包含今天打 A 赛道，它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是这个就是选手要去适应的，因为两边其实都是在用同样的场地，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对，就是看哪一队比较早适应这个场地，哪一队就对，所以它是算是斗智斗力的运动。而且还有在计算上面要计算得很清楚，对，包括选手在腰间上面的那个码表，对，自己在算那个秒数的时候也都要判断好。对，他要测看看说这一颗是丢太快或是丢太慢，然后要不要刷这样子。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2红1黄，但从这个角度上我看不出来黄跟红谁比较靠近圆心。感觉好像是黄队比较近的样子。如果还是黄队比较近的话，他们又握有最后一次的直壶机会，他们就对是黄队比较近，对，所以他们是很有机会能够拿下第一回合。对，那除了说后攻，除了说拿下这回合之外，他还有一个他应该是要尽量得大分，就是得超过1分，他会觉得会比较划算。先来看一下冰石壶协会 B 队倒数第2次的直壶，碰到了红色的色壶。不过并没有去影响到大本营里面的战况。对，其实在这一颗黄色藏得很好，所以其实蛮难打到。所以就看红色要怎么解决这个壶。
看起来是想要直接往画面的右侧来直攻大本营，那这个就是准度喽。对，然后力道啊，还有方向上去，停的要够好。但看起来好像还是往，或许会碰到那个，哇，弯掉了。往了另外一边，对，擦到了自己原本在算是蛮中间的红色色弧。对，那现在黄队就1分，他就是想办法再多得1分。现在就是等于说有一个加分的机会了。对，一个加分机会。那因为后攻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其实得1分算是勉强及格啦，就是至少要得两分以上才算是比较好的状况这样。他们要做的应该跟刚刚冰石湖协会 A 队这边是同样的一个落点。对。那我们平常在打的时候，我们也会观察对手丢的路径。那如果对手丢的路径很好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模仿他们的路径。对，就不用再多想这样子。我刚刚冰石湖协会 A 队这边所丢出来的路径还是有向画面的左边靠，对，还是有偏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是可以利用的点，就你可以参考一下，说如果我照他这个路径走的话，那我应该就是跟他差不多的结果。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就是这个路径。那冰壶其实是一个很重视沟通的一个运动，所以它其实是当我们去国外的时候，它是很多老人家也都在玩的运动。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有一些70、80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们也都在玩，然后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社交。因为它其实也算是在整体的节奏上是可以放慢的这种运动。对。那因为我们今天比赛是有计时，那平常如果是在俱乐部玩的话，就是比较轻松，说笑笑，对，然后慢慢要聊天打冰壶这样子，甚至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说，这个怎么会往这边走？对，就没有那些计时了。对，比赛跟平常还是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计时其实蛮吃紧的那个时间，所以你其实没什么停顿的时间。好，看看能不能够把自己原本的冰壶给push进去力道有点小。对，一碰到之后马上就减速了。不过至少要1分啊，1分就算不错了。所以第一回合是黄方收下了局数分。那在大比分上面的话，目前是1-0，暂时领先。现在来到的是第2回合，这个冰石湖协会 A、B 两队的内战。不过我看青年女子组，也就是他们2个。对，就是他们平常都是一起训练的。那这个到时候也是会有选拔这些人，因为出去的队伍也只有1队这样子。不过因为刚刚老师你有说是在参加这个红道杯之前的话，其实也都还是有培训，所以其实可能在基层上面有更多的选手在参与，只是他有没有过来比赛。对。那其实我们在台中也有很多的人是会打的，但是因为场地大部分都在台北，所以练习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我们就也没办法参加。台中的那个兵工，对，就我自己所知道，其实是讲了还蛮多年。现在有一个听说今年会完工啊。那因为我跟我妹妹现在也在筹组那个台中市的冰壶委员会。哦，对，
那我们也是6月底就要成立，那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委员会，就是可以得到就是兵工的一个支持，然后可以让在地的一些中南部的选手也可以参与这样子。因为像我更早期一点，在接触到 Hockey 的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有跟我说到，以往可能南部的选手都还是有一些练习的地方，可是直到现在兵工只剩下最南端是桃园。对，哇，真的就比较不好去练习了。对，而且就是其实不是一般的兵工都可以让选手练习，包含像是滑冰那些的，他的冰的那个应该说他结冰就是要一个一定的硬度啦，他不可以都水水的，这样也会让选手有很危险。哦，所以现在像我们台中有很多的都是滑冰选手，他们都到小巨蛋这边来练。所以他们都用台中的要上来这里练，而且他们都是半夜来这里练，对，回家都已经半夜，然后很多都是学生啊，他们可能隔天还要上课，所以其实我们中南部其实蛮需要有一个冰场。哇，这真的很辛苦哎。对，他们是搭高铁。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反正很累。如果不是高铁，其他的交通方式都很辛苦。但是半夜应该也没有高铁可以搭。哦，对，半夜开车了，可能是家长或者教练来开车开上来。哦，那个路程也是2个小时在走的。对。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在丰原，很多滑冰选手他都是丰原的，因为我们丰原就是有国中有滑冰的体育班这样子。对。又轮到了冰石湖协会 A 队的直湖，目前双方加起来的3-4直湖都有的在场上哦，而且好像都是在大本营内啊。对，其实今天有点难进去，所以大部分的选手可能会选择就是直接进去，因为进去之后你也可能很难被敲出来。对，先求有再求好。对，先求有，先进去之后，可能对手也不一定敲得到。哇，应该还是有在，应该有在里面。对，有只要碰到一点点那个。所以这个是算擦边球。那等于说他现在有2个擦边。对，他现在有2颗，只是他的这个位置都比较对，都是比较后面一点。对。因为这个应该是今天，不是应该，这个就是今天这2支队伍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最后一场。他们今天也就这一场比赛，除非他们在前面的时候，他们有2队，所以他们在混双的时候有分开来出去比。我感觉冰石湖协会跟新竹县冰壶协会应该不会是挂在同样一个下面。没有，他们是不同的。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所以等于说，就是从赛前的练习开始，那7分钟就开始不断的要适应这个场地。对，这个4人的是9分钟，如果是混合的话是7分钟，时间是不同，就是在9分钟的时间要先适应场地。对，其实非常的赶。也还是不断的在按码表再看一下现在整个冰况的状况。对，那其实冰面它不是一成不变，它是随时都在改变的，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更新那个情报，然后也要给队友一些不同的反馈，这样子。还在跟大本营内在做沟通啊。对。好，有点稍微慢了一点刷，不过看能不能够先往大本营里面送。对，力道是不是稍微短了一点点？如果进来的话，就是还可以防守。先过红线。看来是有，可以。他们有喊出秒数328，就是3秒28。对，3秒28，以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老师你会怎么解读？这样算快还是算慢？算冰很慢，冰很慢就是要丢更大力。对，冰的速度，摩擦力有点大。冰没有很滑就对了。稍微绊了一下，
现在就选择让兵自己往前走，力道可能大了一点，没有留住。那其实我们一般去真正的冰壶场的话，它的冰是很快的，所以它是非常更要求技术，而且它也比较不会应该说它比较不会爆冷门。但是如果冰况越差的话，它越容易爆冷门。而且我在看冬季奥运的时候，其实比较不会有这种刻意去推的上半身推的。不会，对，是因为这个冰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们才需要用手去推。要不然，其实我们一般在丢冰壶的时候，手只有微微的去扶着它的感觉，伸出去这样，就是不会有一个推手的动作这样子，不太会有啦，没有那么明显。这个冰很难掌握。就感觉是有一些地方的摩擦力很大，可是过了那边之后，对，就是又突然间不确定那个赛道是怎么样，或是说他们觉得冰很慢，所以他们都很大力推，就不小心就推太大力了，其实蛮难掌握的。就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这4颗，基本上就是双方前2次的直壶，然后后续上突然间就遇到了一波乱流，对，两边的石壶都没有留住。滑倒了，对，因为今天的场地其实蛮湿的。国旗因为滑倒，所以另类是用全身的力量放了出去，对，力道还算是够。我顶了一下前方的红色色壶，红色色壶的话是稍微被往中心去顶了，对，往中线的位置。其实就算职业选手也是会出现滑倒的这个状况，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反应，就是滑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推这样子。那个平常是可以练习的吗？就是没有特别去练习啊，但是就是滑倒的瞬间，你要知道说你要让壶出去，然后尽量让它准啊，怎么样的。那平常我们打冰壶的时候，就是都会很大声的喊，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准备喉糖。像现在他们其实两边的沟通都蛮激烈的，而且你还要隔壁场也在喊啊，所以整场你要盖过他的声音，对，你要盖过他的声音，对。对，每次打完比赛就是会有点沙哑这样。而且因为场地其实蛮空旷的，所以你在听起来的感觉，对，就不是那么平常的吼。哎呦，漂亮！这一颗哇，直接打掉2颗。哇，这一颗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对。对，他原本他其实就有这个意思了，他刚刚就是不断在跟队友沟通，他要把前面这边的这个道路全部都清空。对。而且他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他碰到了自己的红色色壶，但红色色壶是有留住的。对，所以他现在本来那2颗在很后面，但是他现在就是唯一的前面还有一颗黄色，可是他等等是有机会直接把它take out掉的。对。这一局的话是红队是后攻，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短哦，赶紧帮忙刷，有点往外偏的。有超过红线，但是这个距离不太够。哇，稍微碰了一点，但是因为往外偏的关系，所以并没有把红色的色壶给带离本。对，而且他力量也还不够，能值得轻轻碰到。反而好像让原本的擦边球擦到更多边了。对，但是还是黄色比较近，所以还比较没关系。看能不能够再把自己在靠近中心线上面的红色色壶往大本营里面靠，还是差了一点。
我目前的话，离中心比较近的还是冰石湖协会 B 队的那一颗黄色色壶。我都在大本营的蓝圈上。因为 B 队在这一回合是先攻，他们还是要去考量到别人有最后一颗，对他最后一颗是可能直接做爆破，如果 taking out 的话，那就没有机会把这个分数给留住。所以或许他也有可能会选择要防守之类，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个 house 他很难丢进去，就是大本营他其实蛮难丢进去。沟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哦。对，其实那个沟通的时间的话，如果时间到了，那一队就算输了。对，所以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沟通的时间是一整场。对，一整场。他从别人的湖停下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会去计数。对，现在的话是剩下20分钟。不过，因为这一回合其实真的感觉起来两边的分布比较焦灼一点，对，所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讨论，但这个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能花太多时间。这也代表说，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里面，沟通就要比较精准，对，没有办法去讨论这么久。平常其实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直接比一下就丢了。就是这跟比赛的经验也有关吧？对啊，他们可能就是还没有很多比赛经验，要不然其实我们都是稍微比一下，然后大概讲一下就丢。因为也包括他们在刷冰，该要开始刷跟该要停下来。这一颗12秒，而且还让自己的兵成功的刹住了。对，大本营里面现在只剩下黄色的色壶，再来看一下，看会利用那个。场地的话会往外偏嘛，对，他可能这2颗星直接把原本的擦边球顶了出去。我原本的分数就是在冰石湖协会 B 队这里但是因为他刚好在大本营里面是一左一右，所以会让等 A 队他就要去做 take out 的时候，他可能只能选一边，或者是他现在这2颗他就是都必须要准。或者是他就直接进去，但是看起来今天有一点点难进去。对，最完美的情况就是，反正你都在边边，你也没有很靠近中间这样，我就直接把我的壶给送到大本营的中心就好。对。但是在这个场地进去，感觉有一点点难度。好，这边有没有机会保到？哇，没有，结果是从旁边 pass 过去。所以并没有改变到现在大本营里面，对2颗黄色色壶的落位冰石湖协会 B 队的最后一次直壶机会，在第2回合。这一回合他们在总沟通时数上面真的算是用的比较多一点。对。目前的话，大本营冰石湖协会 B 队是2分，但他们现在其实还在沟通，还在讲，对。在大本营前的话，是有3个红色的色壶在中心线上，那个也可以，也是红色可以利用的，对，就是把它轻轻的敲进去的。我真的在刚刚那个12秒完之后，现在反而是让冰石湖协会 B 队这边有一大利多啦。当然，最后后攻的机会还是在 A 队手上。对，哇，他时间差了3分钟。所以现在其实还在倒数。对，他所有沟通的时间都在倒数，但是他这一局却是有机会拿大分的。
这一系列的动作完，两边等等的团队工作时间应该会只剩下会有4分钟的分差。对，其实这个用的有点多。滨石湖协会 B 队哦，会很希望在这一局这2分一定要拿到，甚至可以再多加第3分。但是第3分这个就短了哦，力量小了点，然后所以没有过红线，最后是一个无效直胡。好，最后就要来看一下 A 队，他是有机会，如果他能够直接进到中心点，那就不用多。他现在可能也只能进来。不，他前面需不需要绕掉？好，看一下这个。他可能是看起来应该是要把自己的撞进去，看起来应该是要撞自己的撞进去，所以就是直接瞄准3角的中心。对，要看他要撞哪一颗的。但其实这样打算难度有点高，所以他们刚刚比的那个地方算是蛮需要他们的需要技术的。第2回合最后的一次直胡机会，后攻。弹道有没有偏？力道够不够？看起来有点小力，因为这样的话是碰不到其他胡，现在甚至是连穿越红线，哇，都是有点一败一败。对，好，最终的话是滨石湖协会 B 队，哇，刚刚那个112鸟还真的是漂亮哦，让他们再多得了1分。虽然说他们在用时上面这一回合是用的比较久，我现在还会有划算的。这2分的进账，目前是3-0。B 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准备要来到的是第3回合哦。那目前前2回合都是滨石湖协会 B 队所拿到分数，对，1分、2分。那目前他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沟通时间，因为第2回合真的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在做沟通。2队差了快4分钟的沟通时间。沟通时间如果用完了，就算你那一队的分数领先，你也是算直接就是直接这场比赛等于说被收掉了。对，所以这个要非常在意。因为现在其实以8个回合来讲话，才第3回合。对，其实真的用有点多。然后他们已经剩不到20分钟了。然后第1局是刚过红线就停了下来。这一回合后攻的依旧是协会 A 队。一样是要先送过红线，啊，再看看最后是停在哪里。顺利的进来。有进到大本营哦。
我其实这样今天看下来的话，就算小朋友不会溜冰，其实都可以来玩这个。对，这其实跟溜冰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且在刷冰的时候，其实可以穿那个鞋套，其实跟你走路也没什么太大差别。所以如果小朋友是喜欢到冰宫，对，然后也想要去参与一些冰宫的活动的话，这冰壶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算是老少咸宜的冰上运动。那我们去那个北海道的时候，他们国小的体育课有冰壶。他们国小体育课有滑雪，然后有溜冰，有冰壶。但因为他们是北海道。对。但是这代表说，他们其实这个是在一些温带、寒带地区，它其实很普遍的运动。那其实，在冬季奥运的时候，比较大的那些国家，其实也就是会分布在可能对，像加拿大，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地区上面的一些地利之便啦，因为你真的会有比较多可以来运用的场地。对。而且他们的这个气候的话，它这个冰场的成本也可能会比较低，因为它像我们台湾那么热，它就需要更多的电力去去结冰这样子，而且又比较潮湿。一路的向前刷。我可以感觉到，其实壶如果你没有特别去把你出来的这个弹道给控制住的话，它就是会稍微往我们画面目前的左半边来。对，那跟那个冰场的那个场地是有关系。目前在大本营里面，离圆心比较近的是红色的色壶。对，那红色可能真的是要抢一些分数了。来到了大本营的前缘哦，这个位置就还不错了。对，至少有在里面，就是有机会可以。而且因为又在中心线上面了，攻守两相宜。这个在身体上面稍微有点没维持住。这边会碰到原本自己的黄色色壶，但是后面刚好有一个红色的色壶，反而是靠着它再反弹回来，效果非常好。看起来好像蛮惊讶的感觉。对，这个结果可能自己都没想到。17分半，应该是思考时间。其实蛮刺激的，才第3局而已。那等于你后面的第3局，后面6局一局用不到3分钟。看起来可以顶一下，打得很准。好，所以又要回来自己在大本营里面的位置。对。时间的压力是会在 B 队这里的。对，虽然他们分数领先，但是如果时间一到，他们就不管领先多少都是算数。因为他们每做的动作其实都是在倒数计时。对。所以当对手投壶出去的时候，其实下一队就要做准备了，就已经可以下去准备了。然后等队长指挥完之后，就要马上出手。1换1，这边直接把
滨石湖协会 A 队在大本营里面的红色色壶给撞掉，对，再重新拿回了自己能够在大本营里面更靠近中心点的这个优势。对，双方其实这几颗的来往都蛮准的哦。对，他们越打越好。尤其是虽然说花了一点时间去适应整个冰况，但是感觉起来对很不错啊。对，感觉都有在比赛中有进步。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用媒体的角度在看待的，不过老师您自己如果是在协会里面的话，现在是这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我觉得你看起来应该会很欣慰，就其实这些小朋友对，就是他们有在动头脑，就是有在想说这个场地我们要来怎么打这样子，然后有在做团体的沟通。的上前刷，希望能够再走得更深一点，要走进大本营。哇，应该会停在里面。哇，这一球又往后多走了一点点，还是比红色近。那其实冰壶它是在台湾算，我觉得是蛮有机会拿牌的一个运动，因为它其实对身体的那个限制比较少。哦，对。但如果前面跟挺力老师聊的话，他所还是场地指出来最多其实练习的时间没有办法到那么的频繁。哇，敲到自己的，这个有点失误了。他反而是把自己原本在大本营里面的给敲走，也是没关系，因为他自己也留了一颗啦。对，但是还是比黄色的还要远一点。我还好在另外一边，这边还有一个黄色的色壶，否则原本是2个都要出去了。然后在第3回合最后的2次直呼机会，两边都一样。对。后攻的是 A 队。对。那其实像我们亚洲的国家的话，韩国它算发展的比较晚的国家，可是它实力非常的强。哦，韩国它其实就是从盖冰场开始，就是迅速发展，整个突飞猛进。它不管男子队或女子队，它的发展都非常，而且他们就是很会行销，他们就很像那种偶像团体这样子。你就看他们女生就是都有很多代言啊，然后就是有就是其实韩国漂漂亮亮的这样子。国内是真的有蛮多运动，可能在台湾我们会直接视为是很冷门的运动，可是他们在国内是蓬勃发展。对，冰石壶算不算？算是，而且他们对射箭本来就很强，对，这些他们就是很强。他们的那个强并不是像我们台湾的那个概念说就是冷门，然后只是精英专项的一个运动，而是他们是平常无聊就会去参与。对，所以他们的比赛那个在国内的职业赛事，事实上是我们可以到巨蛋里面去比射箭。对。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台湾就是差一个冰场啊。对，其实如果台湾如果有一个冰场，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它其实台湾这项运动它是蛮有机会拿牌。对，如果是想要当夺牌库的话，对，准备要上路的体育部可以参考一下。对，觉得 CP 值蛮高的。好，看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红色色壶再 push 往前进一点。好，这个是在大本营的前缘哦。对，还没有进去，但是还没进去。跟第2回合一样，协会这边是有后攻的机会，但是目前大本营里面3黄1红，而且比较靠近中心点的是滨石湖协会 B 队的黄色色壶，3颗黄色都比较靠近。我这样今天一路看到现在的这一场，我认为能够拿3分就算是蛮多的。对，其实今天的场地也算蛮难拿大分的，但其实光丢进 house 就已经有一点困难。这边再多，而且因为它很分散，所以现在变成是很难解决。只能进去，只能就是靠丢到比它更中间这样。
所以现在比起去思考 take out 的话，可能就是直接自己对准一颗了，进去是最直接送到 house 的中心点就好。但是因为今天场地它是有一点点斜的，所以它其实要丢进去蛮困难。考验准度的时候到了，冰石湖协会 A 队最后一个投掷机会。那看起来好像是要撞的。如果比的这个位置的话，好像是要撞的。那可能今天真的很难丢，所以他选择用撞的。好，最后的直弧，至少力道要够哦，因为看起来力道是有点短，弹道的话是往旁边偏了，太小力了。哇，这样这哇，那这样话是4分吗？4分，哇，很大，算大分。哇，那这个真的是大分来了。对，哇，4分再加上去，现在冰石湖协会 B 队已经拿下了7分，而且前3回合都是有拿下分数，7-0，暂时领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7-0，前3回合都是冰石湖协会 B 队所拿下来，而且从现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第3回合4-0，是一个4分的大局，对，是一个大局。一边有时间的压力，一边有追分的压力。对，协会 B 队在第3回合用了第2回合用了比较多的时间，不过第2回合有拿下这2分，到了第3回合反而是直接再拿下4分。所以现在应该可以稍微舒缓一下他们在时间上的压力，可以不要再想那么久。对，就是先吃再说。对哦，或者是要尽可能的把时间保留到可能是每一回合的最后那几支。对，重要的那几个。哇，不过这个是直接进到了大本营，直捣黄龙。如果以今天的冰况上来讲的话，的确能够直接先直进去是不错的。对，好，两边的话现在其实也是大概1分钟的差别而已，其实差不多。其实2队都算用蛮多时间。所以原本以为只有 B 队这边有比较大的时间压力，因为第2回合玩的话应该是超过4分钟，代表刚刚的那一回合其实 A 队也花了很多时间。不过其实这就是前指直，前面的几个直球，对。还是有花了一点时间在讨论，对，但其实前面几颗它比较单纯，它比较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基本上只要把落点给做好。对，它没有不用要撞哪一颗之类，所以其实前面这几颗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讨论上。哇，所以这一局其实 A 队花了点时间哦。对，其实很少看到第一颗弧花那么多时间在想。
其实场地上都是空的啦。对啊，真的要讲的话，不过这一直是哇，有点失误了。所以从出手就已经跟原本他们自己在讨论所设定的这个位置是不太一样。对。那这也是经验啊。好 ，B 队，这个会不会走太深？有点刷过头了。比较晚停哦，过了红线之后才在喊停。但其实这个蛮难判断的。今天下午第一场，体力老师他就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经验的。对，特别是像我们台湾又不是像中日韩这样每天练习。对，因为如果说你可能3个月才能出国一次，去邻近的国家练习，然后你一次就是1个礼拜，其实你肌肉很难记忆。对啊，你那个礼拜可能就打得还不错，但是你回来可能，而且那个礼拜可能是最后的两天打得不错。对，你前面都还要去重新恢复那个，然后你又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对。而且因为那通常是自费的，通常都是自费的。或许连机票的时间你还要稍微调一下时差。对，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学校老师，我是还有寒暑假可以用，但是其他如果是上班的其他队友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时间对他很难排那个时间哦。然后我自己这样看下来，这项运动很需要肌肉记忆。对，因为它是很精准的一个运动。因为就跟射箭一样，你其实你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就会导致你后面所直出去的弹道是完全跟想象中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如果台湾真的是很需要一个专门的场地。它场地的需求需要大吗？还是说它其实像土城也有一道，它其实也可以用1道的。哦，单道的就可以。对。但希望的就是有可以让选手有练习的场地。对，如果是要办比赛，就是可能要4道比较够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练习，其实你如果预算不够，是1道也可以啊。第一投掷的前2值，现在看起来在落点的偏差都蛮大的哦。对。因为我们原本一直以为协会 B 队是有时间压力的，不过刚刚摄影师给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导播有切之后，我现在发现可能协会 A 的时间压力又更大。2队都用很多时间。对，而且现在才第4局。那他如果丢出去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T线，他是可以再回来重丢的。那是有超线的吧？有超线的，有超线，他可能丢出去已经。而且这是裁判主动出来。有超过 T 线了。我有点忘记是 T 线还是底线，反正就是丢出去的时候，你还没有到某一条线，你是可以拿回去重丢。但是很少看到有人没有滑过去，就是重丢，蛮少看到有人重丢。好，所以可能是底线，应该是底线的。所以 B 队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无效的直球。对。因为我在昨天的时候有稍微翻了一下2022的规则，对，它里面就有提到说，石斛于比赛中，当他抵达直弧端 T 线时，就会被认定已直出。所以就是 T 线跟老师刚刚看那球好像没有到 T 线呢，因为或许是摄影师摄影机回来比较慢，角度，对。他前面可能已经有过去，然后刚好拉回来的那一拍，我们才切过来。他刚刚喊一样是328，好像跟我们前面听到他喊
的时间差不多。对。这边可能要先停了，不然的话会太深。看来是太快了。因为冰面随时都在变化，你可能一开始很慢，可能到后面有可能越来越快，或是越来越慢，所以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刷冰，其实摩擦越来越小了。那其实我们台湾以前的选手都是国外加拿大或美国的华侨，就是北美那边回来的嘛。对，但是我们近年来就是应该说今年才是第一次有本土选手。那我跟我妹妹就是我们几个是台湾第一次有本土的选手参加这样子。就是我们2月的时候有到那个哈尔滨去打那个亚冬运。对。所以老师你算是先驱者。老师你是从北美回来的吗？不是啊，我是真的是纯本土的。对，纯本土。一开始怎么会接触到这个运动？一开始我接触到的是地板冰壶。地板冰壶它就是有滚轮的。对，有滚轮的。那它不是真的冰壶，但它比较像是一个冰壶的一个教具。对，但是它自己本身也蛮好玩的。但是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后来才接触到真正冰上的这样子。哇，现在 A 队剩下11分钟，反而现在 B 队的时间比较多。我刚刚成功的 take out， 所以现在大本营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石壶。我在昨天的时候也有稍微去请教了一下有在玩类似运动的，就是地板。地板冰壶，对，地板冰壶的。好，这个没有超过红线，所以就是一次无效直壶。那我自己其实觉得地板冰壶它对冰壶推广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其实你现在看到有很多的选手啊，或是这边教练，他们都是从地板冰壶开始接触，对，要不然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运动。然后透过地板冰壶玩了之后，觉得这个冰壶很有这个运动很有趣啊，然后才去深入的了解，甚至说是出国这样子。而且地板冰壶好像是自己就可以有一套，对啊，或是因为我有看过地板冰壶，对，那个老师有拿给我看过，小小的这样。我那个也不容易。对，那个其实也是有技术的。但那个在台湾现在目前就有很多的比赛，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身障的朋友，他们都有玩地板冰壶。借力使力，但是现在要被刷出去吗？有没有停住？哇，被刷出去了。好，大本营还是很干净，谁可以逐入中原？那假设说到最后是整个都空的0-0的话，那先后攻的顺序就会跟上一局维持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故意让里面就是保持0分这样，0-0。我等等的中场休息时间，我想这两边都要好好的去讨论一下。因为下半场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沟通时间。对，他们这一局打完可能都不到10分钟。老师刚刚有提到你还没有看过有人时间打完，我还没有看过人时间打完然后输掉的，对。但是就是有那个剩几秒的这样。但是只要比赛看得够多，任何情况下应该是都有可能发生。对，但他们可能比赛经验比较不足，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个时间的紧迫。但我自己这样看下来，我有一个感觉啊，给老师听听看。红道杯其实对于这些选手来讲，最难得的是我又有碰到冰石壶的机会，所以有更多时候可能已经不是以竞技为主，而是我至少我先上去，然后看看我平常训练的成果跟我现在的手感到底是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的棒，它就是让这些的不管是刚接触的或是有一阵子的选手，他都有机会发挥，对，去验证，然后可能他的竞技性也不会像我们再过几天会看到的选拔国手选拔又来得那么激烈，压力那么大。对，好，现在大本营里面突然间出现了
一颗黄色的色虎，然后刚刚是被红色色虎这边顶了进去，稍微有点被助攻到了。对，但是来自敌对。不过大家其实都一家亲啊，刚刚赛前是一起加油的，一起互相平常都一起练习鼓励的哦。现在的这几支都不用想太多，就是直接往大本营里面送。对，因为其实另外一队也不一定丢得进去，因为这个场间的冰框要丢进去也蛮有难度。而且可能在平常的练习量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办法这么好的去掌握。或许是老师你们下来又完全不一样了。平常的练习你很难达到这种场地，就是这是场的，这是正式的场地。平常练习可能就是让你练习滑出去，或是练习。所以平常会让他们是练习地板冰壶。地板冰壶算是平常会玩一下，然后你也可以了解一些战术，但是实际上跟冰壶还是算是不一样的。OK， 对，所以只能用来说我模拟啦，但是跟冰壶真的你上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因为地板冰壶它是只能丢直的，它不会弯。对，它不会有曲度。真正的冰壶是会弯的，所以它是更不一样。哇，差一点点。要不然是可以把它敲进。对，原本是想要打薄的哦，但是这个是从旁边进去，连擦都没有擦到，就直接出去了。好，两边各有最后一次的投掷机会。后攻的一样是协会 A 队，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拿下任何一回合。不过我觉得这两队并没有特别在思考说时间到底够不够。对，他们就是真的，他们没注意到时，不知道是没注意到时。可是因为我刚刚看，好像在场下的一些这个，包括场边的记录员是有在比的。我跟他们提醒。他们有叫暂停了。那每队有一次的暂停机会哈。对。好，所以刚刚也稍微看了一下0923，这个是冰石湖协会 A 队在暂停前所留下来的时间。那一边的话是大概13分钟。哇，所以整个9分钟打4局，也是打得完呐，只是觉得你真的没办法。如果还是这么准备这么久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困难。等等，就是心领神会。对，就是你可能，所以这个其实很看默契。其实一般其他国家在选拔冰壶选手，他不是选择个人，他是选择一队的。对，他就算很多很强的选手，可能每队都有一些特别强的选手，他也不会把它抽成队，他就是选那一队最强。就是你需要的是团队的化学效应。对，所以他可能4个人可能不一定能力都非常顶尖，可是可能凑在一起他是最强的。然后他们的沟通也很快。对，所以他是一队的。借力使力，哇，留不住。他看起来，而且现在比较近的是不是红色？看不太出来呢。中途可不可以请裁判上来帮忙做丈量？中途除非他是有没有压到线，这个是可以请裁判的。比如说有没有压到中线什么的。所以他们不能去请裁判来确认说现在是谁。因为现在还没打完哦，他可能一定要等打完才可以。对，打完才能去数分数的话，是打完才能去数。好，最后一支，有没有机会在这一回合破蛋？这边应该也是会想着就直接送到大本营里面就好。这个弹道是不是有点偏了？他感觉是要把那一颗撞进去。所以是想要确保自己应该还是会在里面，应该还是会比他近。对。好，那这样的话，冰石湖协会 A 队这一回合会破蛋，只是1分还是2分的差别。对，这个状况就会请
裁判员来测量。两边应该会先讨论一下，这是君子的运动。对，君子的运动。体育老师有特别讲，两队自己瞧好就，他们看来他们自己有瞧好了。对，两队瞧好就好了。他们以他们那边看为准，因为用摄影机看也不一定准。好，不过冰石湖协会 A 队确定在第4回合的时候有拿下来1分，对。所以在中场休息过后，再回头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吹起这个反攻的号角。对，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好，现在在中场休息完之后，准备要看到的是下半场第5回合到第8回合，7-1，目前领先的是冰石湖协会 B 队。不过现在从画面上面看到，这两队同一个教练啊。对，哇，这个教练手掌手心都是肉。对啊，两边就是一起去了解冰石湖到底要怎么玩。对，一起去了解比赛中要怎么做沟通，算是边比赛边学习。教练应该会提醒他们时间。
那会不会教练其实会直接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思考时间，因为其实输赢都是一回事，但是也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时间它也是一你比赛的一部分，哦，对，你也不能你也不能对，你也不能说每次我就都超时，不超时，对啊，超时就是一定输的、啊，对。不过就要看教练在赛前的时候是怎么设定这场比赛，想要让两边小朋友去学习到的，因为看起来两边应该都是学生哦。对，他们都是学生。对，这个都还蛮明显，都是应该是高中，应该都还没有到大学。对。所以如果是以推广的意义来讲的话，应该会希望他们是能够先上来玩。对，算是练，就是以战代练这样子。对。就这个也是训练的一环。对，因为其实每次的比赛是我觉得比赛是进步最多的时候，因为你会去刺激思考。对。好，第5回合。那因为第4回合 A 队这边有抓了下来，这也是目前他们破蛋的这一分，所以在第5回合的话，会是由 B 队来做后攻。不过第1局就是深了点。不过这些小朋友最一开始，他们又是怎么接触到冰石？哦，应该是他们大部分可能有一些是台北这边，有一些是新竹。那新竹那边就是有新竹协会，他们也办很多地板冰壶的比赛，所以他们有的可能是从地板冰壶开始接触。那台北这边的有些就是之前在土城兵工那边的时候有办训练营，可能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接触的。那目前我们台中其实也很多人会打冰壶，那也其实人口也蛮多的，那也希望就是以后就是我们台中也可以参与这样子的比赛，这样子。希望未来在看到红道杯的时候，就有台中冰壶协会。对，就是希望到时候就是老师您带队了。对，希望就是可以带一些青少年，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一些青少年是会打的。好，那刚刚有提到的时间的部分哦，因为在暂停前那个时候是9分半，所以现在一定是低于9分钟，等于说4个回合大概2分多钟就要打完2分多钟你就要打完了。对，但是我看他们现在好像节奏真的有更快的，他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准备啊，就是可以提早做准备。比起刚刚的话，现在就是更流畅。我目前大本营是空的。对。我现在是第5回合的两边的前2局。对。但对于这边要喊暂停。哇，喊暂停！竟然在这个时间喊暂停。不过暂停，我不确定。刚刚是 A 队喊还是 B 队喊？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裁判喊的，因为我感觉这个时间不是很关键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会喊暂停。是裁判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教练现在也一头雾水。对，不知道刚刚怎么回事。还是在时间上要再做确认吗？对，看起来有往教练的这一侧比，那教练的后方应该是时间哦。对，有可能。所以是冰石湖协会 A 队这边在确认自己的时间啦。因为毕竟他们真的是分秒必争。对。所以再争取看看他的时间，确认一下时间到底是有没有完全的正确啦。那所以这边就要请裁判也来帮忙来协助确认一下。对，这就不是他们自己喊暂停。因为有的时候毕竟这个是
旁边会有个记录员去按，所以对记录员可能在反应的时间上面，这个赛会人员也很辛苦哦。对，我们这么多场，对我毕竟是从下午才开始，可是这个比赛的话是从早上9点就有第一场比赛，所以一路如果是留的比较久的情况之下的话，也有可能会也稍微会晃神啊。我因为也刚好这场比赛真的时间比较吃紧的情况之下，对，所以两边就会比较注意到自己的时间。对，特别是 A 队刚看剩7分多，7分41秒，是真的非常非常刺激。7分41秒，然后这一回合才刚开始。第5局，对，5、6、7、8，5、6、7、8，那等于一局大概2分钟。对。我们原本算还有2分半哦，现在已经少30秒。对，这个，然后看来已经确认完了，让比赛再继续的来进行。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包括在刷冰的这些时间都算在那个7分钟，还是只要有没有，直出去就不算，直出去就暂停了，对，直出去就暂停，然后等像这样子停下来之后，就开始算另外一队，对。好，这个是有直接进到大本营里面，而且是在前缘哦，所以这个也是攻守两相宜。我 B 队现在的时间算是比较绰绰有余一点。对，12分钟还算还可以的。另外一边是完全已经少了5分钟。对，而且毕竟他们还是领先啊。他们比较不用思考那么多。这边是不是有更近一点？感觉黄色是比较近一点。对，黄色有更近一点哦。对。再回到 A 队，A 队现在基本上在沟通上至少八次的直弧机会，前4次应该就是比较不用那么久啦，因为其实就是相对比较单纯，对，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提早做完准备。哇，这个2颗星，结果是在大本营里面1换1，但是很漂亮啊。直接把原本冰石湖协会 B 队友离圆心比较近的这一壶，对，这个奥掉。如果能留在里面就更棒，但是这样已经很好，很厉害。而且还是2颗星。对。这个弹道稍微有点偏，对，它这个今天的冰面只要偏一点点，它就整个会歪出去，后面就会被放大。对。把画面偏左侧的这个黄色的色弧稍微又往前推了一点哦，不过离大本营还有一段距离。现在红色除了说要赢这一局之外，他还要多赢几分。因为剩4局可以追，要追6分，其实蛮有难度的。再加上他们时间又有压力，对，哇，这个太深，太大力。好，现在在大本营里面的话是协会 A 会有1分，但这一回合目前只到一半而已，是不是有点短了？感觉力量比较小一点。这个看起来是连红线都快到不了了，所以直接是一次无效直弧。A 队现在的确在节奏上面有加快了，对，因为毕竟时间剩不多了。这一路刷过来真的是很辛苦，但是这一次也是无效的。对，因为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算
蛮慢的，所以要蛮大力量。那女生的话，她的力量比较没那么够，就会看到很多都丢不进去。这一颗是直接放了比较大的力道，不过这样的话停得住吗？其实蛮难丢进去的，其实丢进去就已经很让人很头痛了。你真的丢进一颗，第5回合两边的最后2次直弧机会，不过现在已经连续的出现了3次，都没有办法让弧停留在红线内。对。其实还是好，有过红线，有。我过红线大概就是2个弧的距离就停下来了。有时候太前面的话，它效果也不好。不过如果弧比较难走，就是像今天这个状况的话，它走比较慢的话，其实稍微高一点，好像还反而是可以接受的。稍微高一点，你说力量吗？就是它弧所停留的那个位置，如果要做防守的话，稍微高一点，稍微离大，因为它也不太能弯啊。对，它不能弯，放前面也比较没差。我现在真的是留不住对，大本营都是来去一阵风对，所以其实今天真的很难丢进去。那我们平常在打冰壶的时候，我们是会宁愿丢慢一点，因为你还可以用刷的距离，对，让队友去调整，就是去刷那个距离，把距离刷出来。那你力量大就停不下来，对，力量大过就没救，对，所以通常我们会丢小力一点点。但是今天这个场地就是又要丢很大力，因为你刷不动，对，所以其实蛮困难的。够吗？看起来是还到不了，完全不够了。对，所以其实这样的场地，我是觉得蛮有机会会爆冷门。那就有可能出现在你们国手选拔的时候，也是有可能，就是大家也就是运气成分会比较重，但是就是大家的场地都一样，对。好，现在的话，大本营里面是 A 队的哦，我这个看起来是短了。然后这样的话，第5回合结束。那在大本营里面是冰石湖协会 A 队的红色色壶，再添得1分，目前在大比分上面是7-2，双方5分的差距。
来到第6回合，那目前的话是7-2，领先5分的是滨石湖协会 B 队。那A队的话是在第4回合跟第5回合连续追了2个回合。对，但现在5分其实要赶快追了，因为剩3局，剩5、6、7、8，还剩3局。对，剩3个回合的话，我以今天看比较稳定的每一回合的得分量，可能大概就是1-2分。对，1-2分其实要这个，其实滨湖要得大分，其实也是有点困难。哦，没有在里面。刚刚是想要直接对滨湖来下手。对，他们现在可能2队都是想要直接丢进去，结果滨湖没有听话。对。力道放的是比较大，对，但是今天冰那么慢，搞不好这样刚好。看起来是蛮刚好的。对啊，这样看起来前面好像很快哦，那后面好像都变慢起来。嗯，那感觉这一次的直湖是很值得拿来参考的，而且包括他们在刷，对，他们是比较偏向是快要到红线的时候才开始刷。他们一开始可能觉得，怎么那么快？但是后来发现，怎么变慢那么多？嗯，那就是刚刚他这个壶呢，它是刚好丢在中线上。那丢在中线上的壶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另外别队的壶不能把它撞离开中线，就是不能让它偏离中线。所以这个是一样是在前5壶的时候的一个对，前5壶的你的壶如果有压到中线，它可以碰到它，但是它不可以让它偏离中线。对，不可以让它离开中线。如果一离开的话，就一样是一个无效的直球。对，就是你要把原本的那一颗中线上的壶再把它放回去，移回来，自己的就拿掉了。哦，这边都有停留在这条线上哦，好，稍微有点偏离了。不过 B 队是不是突然间有找到了？好，这边还是深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他们这几次的直壶，感觉起来那个力道上面好像已经有找到一个比较接近平衡点了。对，要一直去观察这个冰面。好，会先撞一下自己的红色色壶，有送进大本营，成功的 push。那冰壶这个运动啊，其实除了这个一般人之外，它也有轮椅冰壶。嗯，对，但是也可以就是身障朋友也可以一起玩。哇，不小心把自己的撞出去。对，把自己的给碰出去了。我刚刚自己所掷出来的黄色色壶反弹之后，也算是已经在大本营的门口了。顶了一下2分罚，结果是顶开来了，撞到自己的壶，这稍微有点失误。啊，大本营里面目前就还是只有一个滨石湖协会 A 队的色壶，红色的。但协会 B 队的话，在大本营的前方是有一个黄色的色壶。
哇，这个还是深了。对，他们还是刷太多了。那其实，在打冰壶的时候，4个人是一直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话，一直在沟通，直到有一个就是统一的答案。比如说，我觉得他太慢，我可能会喊刷，但是我队友如果觉得太快，他可能就喊停。对，那就是4个人一起喊出，直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这样子。所以这也是老师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在选拔上面会希望是直接选一个团队，对，而不是选单一个人。对，因为不是选单人的。如果我喊停，但是你就是不想要停，对，或者是你喊刷，但我就是认为不用刷。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他不是只有就是在场上，他还有就是包含就是队友间的默契啊，或者是信任这样子。大家的认知其实是要在一定的高度上。对。所以他选拔的话是以队伍来做选拔。不过有个人赛吗？没有个人赛，没有个人赛，就是混双或4人。对，只有混双或4人。哇，在这边停在了一个还蛮中间的，还蛮中间的地方。这一回合对 A 队来讲会蛮关键的。对，也剩3局。对，以他们现在所落后的分数哦，这个是一定得要先抢分的。哇，这力道是完全就太大了。那假设如果分数差，超过，如果剩一局如果超过8分的话，那我们就会就可以提前就是握手投降这样子。握手言和，对，握手，那就是冰壶。我们在上一场的时候有看到的是差6分还是5分，不过因为已经确定追不上，对，追不上就是会提早握手，但他不一定是追不上，或者说你觉得实力差太大，我想要保留体力，那我也可以选择握手。不过嘉文老师在上一场比赛完之后，他私底下还有跟我说，这其实算是在冰石湖的比赛里面一种礼貌。对，礼仪，对，而且反而是落后的那一方，你要主动的上去。只有落后会主动握手啊，赢的不能主动握手，因为这样就是你要自己去知道，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体力老师所提到的，这是一项君子的运动。那所以其实平常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抓对手的犯规什么那些的。犯规其实反而是要自己喊自己。对，就是他就自己承认的。对。其实我真的觉得青少年可以多多的去接触这项运动，因为这是会变一个习惯，就是其实你喊自己的犯规也没什么。对。我就犯规，因为其他人也会喊他自己的犯规。对，而且其实有些犯规你是很明显的，然后你如果又不承认，那真的是对，可能你就是会让青少年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反正我出错了，但是就是出错了，然后我就自己先喊说，我这边犯规，我碰到球之类的。这其实算是从小品性的一个潜移默化。对，那其实特别台湾人就是其实很在意输赢啊。对，他其实不是只有在运动，他其实在各方面都很在意输赢，所以得失心比较重一点。对，得失心比较重一点，所以会看到说，就是刚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人，他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个文化，所以他可能而且会抓人家犯规啊怎么样？但其实这个如果就算是真的大型比赛就是有犯规的这个，也不一定会去指出来这样子。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好，接下来就会是 B 队。哇，现在黄色反正还比较近。所以这是最后的加分机会了。对。所以 B 队会确定会拿下这1分。目前是有1分，但是看能不能再多1分。
如果再多拿1分的话，对 A 队来讲，他下一个回合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对，那他就如果再拿1分的话，他就落后了7分。如果再不追分的话，就有可能会被提前结束。赶紧帮忙刷，这个就是单纯的准度啊，好像会被遮太小住。力，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一回合，这又是冰石湖协会 B 队哦，就拿下了这1分。不过这个落点其实真的算是还蛮漂亮的，而且他是在倒数第4次的直弧送了进来，所以那个时机点也算是还蛮刚好的。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么多颗都没有人把它敲出去，就代表说今天有多难进去。8比2，目前领先的是冰石湖协会 B 队。现在来到的是第7回合，双方的分差会让冰石湖协会 A 队这边在这一回合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对，现在目前落后6分，所以冰石湖协会 A 队哦，现在是必须一定要拿下分数，不然的话，他这一回合有可能会被提前结束。好，做先攻的是冰石湖协会 B 队。至少这一场比赛上看起来的话，这两边如果能够直接把湖送到大本营里面，算是先保底。对，因为后面人其实真的很难把它丢掉，把它打掉。看起来也是直接不用刷，力道可能会直接够，甚至会太深。快。不过因为在固有的时间压力下，冰石湖协会 A 队真的现在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思考空间或准备的时间。他可能差不多比一下就要准备出发。那我们平常看到刷冰的时候，如果看到有2个人刷，其实靠近湖的那一个人是占了可能大概80-90%的那个作用，其实后面那个就只有作用比较少。我现在冰石湖协会 B 队送了2颗湖进到大本营。对。哦，这个弹道看起来还不错哦。对，但是好像有点小力。啊，刚好没碰到。
哇，其实看选手这样刷下来还是会喘会哦，这个是非常喘的，而且全身都是汗，绝对不会有冷的状况。哇，再送进去，而且又更前面一点了。对，看来就是黄色对于冰的掌握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落点是比较聚集的关系，所以其实冰属协会 A 队这边在没有思考时间的情况之下，他就是往这个点去撞。对，那接下来就是看看能不能撞到哪一颗这样。对对对。不过这一撞的话，其实反而是有点帮到了协会 B 队。对。那刚看到是3分半跟6分半，3分半，6分半其实应该是够用。对，绰绰有余啊。3分半真的是很吃紧。而且 B 队突然间找到了，对，连续那个4颗丢进去。他突然间整个醒了过来。对，那他原本就醒了啦，因为他原本就得8分，但这局丢得特别好。哦，顶了一下，这一颗哇，漂亮！哇，而且好像红色还比较近哦。嗯，看起来好像是红色比较近。哦，这一颗真的是漂亮，超级准。我 B 队有没有想法要直接做推高？其实 B 队现在领先6分，他其实就算输掉这一局，让给对方1分，其实也没有关系。而且他可以得到第8局的后攻权。过红线，但是没有进到本营。哇！可是自己的也被打掉了。哇！这个有点玉石俱焚的打法。对，可是对他来说，他其实算比较亏呢。对，因为他原本自己是有办法拿下这一回合的。对，特别是在现在非常需要分数。不过在这一回合是由协会 A 队来做后攻所以他们等等都还是有一次的机会。对，只是现在这个距离掌握比较好的是 B 队，至少这一回合其实还蛮明显的。哇，比一下，还在，2颗都还在里面。2颗都有。对，而且他这样分散，其实就变更难打。就变成说你协会 A 只能2选1，或者是你协会 A， 如果你有掌握到，你送到中心点去。但是中心点今天实在是太难丢了。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从刚刚到现在，大部分2队都是选择用撞的方式，用 take out 的方式。不过协会 A 还是得要想办法让他留住，至少送到白圈都是有机会的。如果这一局是黄队得2分以上，那就是直接宣告比赛结束。对，差不多就要握手。最多
就是8-0。对。有没有机会刷进去，或者是停在前缘？哇，他们真的是已经有掌握到了，几乎每一颗都丢进来。对。所以冰壶它其实在比的就是如何阅读那个冰面。如果哪一队先找到冰面怎么丢的话，它就哪一队就是有优势这样子。虽然花了6个回合，对，不过至少有找到。对。哇，老师你看了是不是又欣慰起来了？对，就是看到他们在比赛中是进步非常大的。哦，这个力道可能有一点短哦。有没有刷的吗？他们3个人一起刷，哇，还是不够。好，这样的话，两边各剩下最后一次的直弧机会。我冰石湖协会 A 队哦，毕竟是后攻，所以等等是有爆破的机会。有，那只是还，那黄队，那黄队为什么出来了？是不是？哦，没有，不是，是要给队长，他是帮队长，对，他是要帮忙队长，因为最后团体赛最后的这一支，就还是要给原本在 house 区里面的那个人来指。对，所以我们也会在就是他们还在讨论战术的时候，其他有空的人就先帮忙清理冰面啊，或是清理那个湖之类的。这一支其实只要有过红线，稍微卡住，对，效果也会不错，是有效果的。好，最后一支掌握在冰石湖协会 A 队手上，是3分哦。对，现在这个很关键。假设没有拿下，就是要握手了，因为下一局如果超过8分、9分的话，也追不回来。这边会先顶到自己的红色色弧，不过这边会不会有2分罚？哇，看来，哇，好，接下来就看2分还是3分，应该是3分啊。看最后要来看镜头看好像是3分，镜头是有角度的，所以最后还是要来讨论一下，以现场的为主。这1分，因为两边会去做讨论，这1分大家也会知道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这场比赛。结束了。然后最后可能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所以就选择要握手言和。对，那就要恭喜冰石湖协会 A 队，最终 B 队不好意思是 B 队，对，最终是在第7回合第7局打完之后是比较大的一个比分差。等一下，他们有结束吗？应该是吧？应该是在握手。对啊，应该是啊，因为好像没看到裁判这边比啊。对。我如果这3分是算的话，那其实就是确定结束，确定是无法。因为你第8回合就是你用8颗壶，你也没办法得到第9。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会握手啦，但是我看他们没有做握手。有裁判过去了。还是因为两边真的是太友好了，师出同门嘛，他们连教练都是聚在一起。他们是不是没有要再打第8局？我不确定刚刚是几分啊？但是他好像还要再打1局，用3分嘞，他3分已经贴下去了。他3分已经贴下去了，那不是应该是？因为你看现在第7回合那边3分已经下去了，所以在总分上面的话是11-2。对，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在打。还是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所以想说再来最后有一个练习的机会，也是可以啊。毕竟比赛的机会不多。对，所以是不是想说再多练1局这样子？好，我听到了，他们说打到结束，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这是
而且今年女生只有2队啦，对，所以他们打的场次更少，所以可能把握这样子的难得的练习机会就蛮。那他们说的打到结束，是不是后面的时间结束？打到这场比赛第8局打完了，多打1局啊，对啊，多打1局啊，时間還是要照算的。所以这样的話，是一邊會有6分鐘哦。一邊應該剩會有6分鐘。沒有，一隊就是這還不是那個啊，這第8局而已啊，這還是在時間內啊，正常的場次內。是不打了。好，不打了。最终还是决定不打了哦。对，因为可能再怎么打也不可能追上。或者是他们认为说这场比赛就先这样，可是你们如果后面还需要练习的时间的话，你们就自己在留下来。或许有对啊，或许有可能。对，好，11-2，所以最终还是要恭喜滨石湖协会 B 队。那在11-2这个9分差的情况之下，天天在第7局收下来比赛的胜利。不过我想这场比赛哦，真正会让人最欣慰的地方是在于到了第7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滨石湖协会 B 队这边是已经掌握到了整个冰况，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一直看到冰况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去掌握的，而且冰况是一直变化。那其实看到就是后面的那个 B 队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壶都有打到他想要的位置，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看7年的比赛里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地方。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转播的最后一场赛事。我们明天的话是下午的2点45分要与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所以也请你要持续的锁定今年的红道杯。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旁边的陪伴。我是秉承，明天见了，拜拜。好，拜拜。